好香的抹茶味啊！我的天呐，出炉之后才发现这个蛋糕严重翻车啊！就它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都溢出来了，好奇怪啊！可能是我加的太多了吧，感觉。我就先挑一个最丑的吃好了。天呐，这个都变成这样了。这个抹茶杯子蛋糕还有5个半，然后我要装4个给我朋友，挑4个好看的。
这是一个8寸的蛋糕胚，是我昨天晚上烤好的，现在要把它脱模，然后装饰一下。因为明天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她过生日，然后我打算给她做一个蛋糕，她今天晚上会来拿。啊，它又凹底了！我的天呐，我不知道怎么搞的。上个礼拜我也烤了一个8寸的蛋糕胚，但是也凹底了。啊，不过这次这个比上周的那个要稍微好一点，它没有凹的那么厉害，反正也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也太奇怪了吧！天哪，这个要怎么搞啊？这一片放中间，然后这是最上面的，好奇怪哦。这样子就好了。这一片盖在中间，这2块叠在一起，然后这一块呢盖在上面，只能这样子了。接下来我要
给奶油调个色，然后这个是我朋友的女儿超级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，叫 Coco Melon。然后我打算先调一个，就是用量比较少的这个上面的天蓝色，先试一下，有点点小紧张。现在经过了我的调整，我感觉已经好很多了，感觉现在已经比较接近了。我又加了一点这种蓝，它是天空蓝、天蓝色。下一个试一下绿色吧，先调这个深绿色。现在我所有的奶油都调色完了，在这边，然后我这个是一个慕斯围边，其实，但它是透明的，然后我打算就这样子，但它有点小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其他的了，只能这样子，这样可以照着画，但我这个图案打印的有点小了。现在我就可以照着这个画，然后画完之后放去冷冻，大概20-30分钟，冻硬了就可以直接取下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画了一下午的努力成果。现在我的手都已经染色了，洗都洗不掉。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拿去冷冻，冻硬了之后就很好取下来了。我还烤了一些这个红丝绒纸杯蛋糕，然后现在要做一个上面的馅儿。我要先，不是馅儿，是那个上面的奶油，先把它装起来。
你不给我打电话呀？那你一会儿那个草莓，你要擦干，那个厨房纸在这儿，然后你再摆上去，然后再装进去带走。你可以尝尝，可好吃了。我是想搞点背景蓝色的，就是那种，不是全蓝，就是那种像挑染一样的那种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也没搞过，不知道。你看我的手就染色了。感觉开过来有点累。我看看，哇，还有白云哦。没事儿。这个蛋糕可弄小了，因为一开始蛋糕胚的时候我比划，我觉得这个正好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那个奶油会抹这么多，跟我差10岁。吓人！再见了，我马上走。哎，对啊，我现在都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跟留学生的妈妈做朋友了，你说呢？刀切死他们！扔到里面，扔到里面，开始洗。还有哪些需要帮忙的？好，用洗碗机。你就不要看这个桃还可以，哎呦！我跟那个人说一下我吃。它这个虾个头还挺小的。我在外面很少买虾，就是在那个 Costco 买的比较多，就是那个冻的那个他家那个虾真的是，哎，下次烤点虾试试吧。一眨眼。对，就是你走，你看着死活不开，你去擦个手开了，就这种，味道还蛮重的哎，这个虾。喝酒超厉害。应该也是虎拳吃的最多，他就喜欢吃这些东西，腌的、卤的这些东西。这个超可爱，大一点的话，闪闪大一点应该是可以用的，能买得到吗？现在？现在特价，你现在就买吧。你把链接给我吧。我在小红书买的。我也第一次吃。Hello，我刚刚才睡醒，然后我上周在网上订了一箱那个水果什么的，我选了那个去自取，他刚刚居然跟我说10分钟后就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取一下先。看到了这个货车，应该就是这个车。成功取到。
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一家店，我朋友之前在这家店买了很好看的家具，我打算去逛一下。我看到了好多这个裱花嘴，居然都是散卖的。我之前甚至还从国内转运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小草的。塑料的，震惊了我，瞬间不想买了。这个好可爱哦，但是我不知道能拿来干什么。这个也好可爱，我天哪！但好像都是塑料的。这迷你缝纫机也好可爱哦。我又来逛超市了，大家。看到有个黑森美蛋糕，但是我想吃提拉米苏哎，可是它这没有，只要拿一个这个。我买了一包这个香菜，它是带根的，然后还有一袋这个黄色的樱桃，但是这个感觉不太新鲜的样子。然后我主要是想买这个荔枝，这个他们说是从中国空运的糯米荔枝，因为我之前在这边当地的中国超市买过那种便宜一点的荔枝，但是不是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想尝一下这个是怎么样的。这是一个甜面酱。然后我本来其实还买了那个小龙虾的，但是他们临时跟我说没有货了，然后就只送来了一包这个虾滑。我买这个虾滑呢，是因为我之前在家自制过虾滑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没有弹性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然后我觉得还是买他们这种做好的会好吃一点。
现在要来拍一个开箱，这个是我前2天新买的 iPad， 因为我旧的这个 iPad 已经用了有4年了，差不多。然后它现在电池已经完全不行了，就是只要一离开那个充电器，它基本上1天都撑不到，就算我什么都不用，它1天就自动关机了。然后我就买了新出的，这个是一个13寸的，然后还买了一个键盘。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我近10年买的最后一个 iPad 了，因为除了上学，我觉得应该也不太会用。我的天，我觉得这个 iPad 真的好薄啊！对比一下我现在的，我前2天其实还在想，我之前在日本的那个签放到哪里了？原来是放到 iPad 后面了。因为它那个壳比较硬，然后就是可以让这个，可以把这个纸压平整。其实这个旧的 iPad 也挺平的，好像，不过还是新的要更薄一点。然后一个电源和一个充电器的线。然后我的这个新的 iPad 我是没有买壳的，因为我配了键盘嘛，我觉得这个键盘就相当于一个壳了，它正好可以吸上去，像一个平板电脑一样，我觉得挺好的还。这是买的一个新的笔。我在上面刻了我的名字，然后那个 iPad 我是没有刻字的，不知道刻什么。首先是，然后是我觉得刻了也没有用，因为看不见。我觉得新的笔和旧的笔好像一样哎，只是多了那个 Pro 这个单词。然后新的这个笔，它上面的字比旧的要稍微浅一点，那个颜色。这个是我前2天收到的，给我家买的一个猫抓板吧算是，然后前2天装了一半没装完，因为前2天没有工具，然后今天把它给装了。这个纹，这个痕迹，睡睡应该就没有了。好扎手啊！这个猫睡上去能感觉舒服吗？我今天中午打算按照这本书上的一道菜谱做迷你炖肉饼。这个食谱是我一开始在小红书上看到的，然后收藏了很久，然后我把这本书买回来了。这个食谱在第27页，
就是我看到小红书的那篇帖子，他说这个超级好吃，所以想做很久了。我前两天在超市看到了这个东西，它是酒酿里面的米酒汁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拿来做酒酿冰奶，今天就让我做一杯。好奇特的味道啊！它中间那个茶应该用的是茉莉茶，然后我这个是饮料，其实它是一个白桃茉莉冰茶，所以这个做出来的酒酿冰奶会有一股白桃茉莉的味道。是我这个组。